凌晨1点47分，林远的手机响了，他被通知声吵醒，眯着眼看向荧幕，市校车平台的订单推送，从市区到郊区的长途单，全程42公里，车资将近400块。林远犹豫了3秒钟，他今天已经开了13个小时的车，腰酸背痛，眼皮快要粘在一起，但400块，这是他跑2个小时都不一定能赚到的数字。他把手机塞进口袋，抓起车钥匙出了门。夜色浓得像墨汁，他的车是一辆2手的银色 Toyota Camry， 车08年里程表已经跑了快25万公里，车里的冷气坏了快2个月，窗户摇下来全靠自然风。林远发动引擎，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往市区开，接人的地点是一片老旧的公寓区路，两旁是上了年纪的榕树枝叶在路灯下投出斑驳的阴影。林远依导航停在一栋公寓楼前，按了2下喇叭，等了5分钟没有人出来。他看了一眼订单资讯，乘客的名字只有一个字母 S， 没有电话号码，没有备注，只有一条接人地址和目的地市郊的北山墓园。林远皱了皱眉，凌晨2点叫车去墓园，但他没多想，喝醉的人、失恋的人、半夜想不开的人，他开夜车什么样的客人都载过墓园又怎样，又不是没去过。他又按了一下喇叭，公寓的门终于开了，一个人影走了出来。林远眯着眼看，对方的身形看起来是个年轻女生，穿着一件深色的连帽上衣，帽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她走路很慢，几乎听不到脚步声。她拉开后座车门坐了进来，没有说一句话。你好，尾号是？林远看了一眼订单，尾号8367，后座的人点了点头。好哦，那出发了大概40分钟到哦。林远发动车子，从后视镜里瞥了一眼后座的乘客，他低着头，帽子仍然压得很低，只能看到一截苍白的下巴和几缕垂下来的黑色长发。车子上路了，林远开了音乐，一首老旧的华语抒情歌，音量调得很低。他没话找话说了句：这么晚去北山是上夜班吗？不是，他的声音很轻，听得像一片羽毛落在棉花上，但有一种说不出的奇怪。林远说不上来哪里怪，只觉得那个声音不像是从后座传来的，更像是从收音机里、从喇叭里、从四面八方同时传来的。他甩了甩头，把那个念头甩掉。开了这么多年夜车，什么怪事没见过，大半夜载人去墓园也不是第一次。车子开了大概15分钟，驶出了市区，路灯越来越稀疏，道路两旁变成一片漆黑的田野，远处偶尔有几点零星的灯火，很快就被黑暗吞没。司机大哥后座的人突然开口了，林远从后视镜里瞄了一眼，发现他抬起了头，他仍然看不清他的脸，帽子遮得太严实了，但他能看到他的嘴唇在动。你听听什么隧道里的声音？林远愣了一下，前面确实有一条隧道，青山隧道，一条穿山的双向隧道，大约800公尺长，他开过无数次，从来没觉得有什么特别。车子驶入隧道，两侧的日光灯在车窗外一根一根的掠过，引擎的轰鸣声在封闭的空间里回荡，轮胎擦地面发出嗡嗡的低频声，什么都没听到啊。林远说，仔细听。林远竖起耳朵，引擎生胎噪声，通风系统的嗡鸣声，然后他听到了一个非常微弱的，几乎要被背景噪音淹没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唱歌，一个女人的声音，一首他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旋律简单的近乎诡异，像是一首摇篮曲，但音调不太对。听到了吧？后座的人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林远无法解读的情绪，好像是有人在唱歌。林远说，可能是隧道里放的音乐。不对，隧道里不会放音乐吧？那不是音乐。后座的人说，他的身体微微前倾，林远在后视镜里看到他苍白的下巴离自己更近了，那是回声。什么回声？以前死在这个隧道里的人，他们的声音被隧道记住了，每一次有车经过，隧道就会播放一次。林远干笑了2声，小姐，你真爱开玩笑。但他没有笑完，因为那个歌声突然变近了，不是从隧道深处传来的，而是从他的车子里传来的，就在他的后座，快到了。他说，林远踩油门的脚不自觉地加重了，车速从60提到80，他只想赶快开出这条隧道。仪表板上的收音机突然自己打开了。林远没有碰过收音机，他很确定收音机发出沙沙的杂讯声，这台车的收音机明明已经坏了好几年了。杂讯声中一个女声飘了出来，就是刚才那首摇篮曲，更清晰了，像是有人在收音机里唱不要慌。
后座的人说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近，就在林远的右耳边，但他明明坐在后座林远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了。他猛地转头，后座空无一人，林远的脚猛踩刹车，轮胎在隧道地面上发出尖锐的摩擦声，车子歪歪扭扭地停了下来。他回头瞪着后座空的连坐垫上都没有凹陷的痕迹，像是从来没有人坐过见鬼了。林远喃喃自语，收音机还在响，那首摇篮曲现在大声到占满了整个车厢，而且旋律开始扭曲，原本简单的音符被拉长压扁打散，像一台坏掉的八音盒。林远伸手去关收音机，按了一下电源键没反应，又按了一下还是没反应，他干脆直接把音量旋钮转到底，声音没有变小，反而更大了。那首歌从四面八方涌进来，从喇叭里，从空调出风口，从仪表板的缝隙。然后他听到了新的声音，在歌声下面还有别的声音，混杂的喃喃的低语声。很多人在同时说话，每一个声音都很遥远，像从一条很长很长的隧道另一端传来。其中一个声音说：“你又来了。”林远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握住了，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开出隧道的，只记得车子猛地冲出隧道口的那一瞬间，所有声音同时消失了。收音机关了，歌声没了低，雨声也停了。车子停在隧道出口外的路肩上，林远的双手在方向盘上发抖，手心全是汗。他看了一眼时间，凌晨2点13分，订单还在手机上显示，已完成车资390元已经入账。他点开订单详情，想看看那个乘客的资料。名字是 S， 没有评价记录，没有历史订单，没有绑定电话号码、账号、注册时间。今天林远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深呼吸了好几次，没事的没事的，只是太累了，产生幻觉。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重新发动车子，油门一踩，车子往家的方向驶去。但他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后座的安全带扣环上挂着一条红色的细绳，那是一条编织手环，湿漉漉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那是他开出隧道之后出现在后座的。林远回到家已经是3点多了，他洗了把脸，倒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那首摇篮曲的旋律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像寄生虫一样钻进他意识的每个缝隙。他爬起来上网搜寻，在论坛上打了一串关键字：青山隧道，歌声灵异，跑出来的结果有几十条。最早的一篇发文来自于5年前，一个网友在论坛发文说，他半夜骑车经过青山隧道，在隧道中段听到一个女人在唱歌。他停下车想找声音从哪里来，结果发现整条隧道只有他一个人。他吓得催油门冲出去，到家才发现后座多了一条湿掉的红色手环。那篇发文下面的留言有100多则，很多人说自己也有类似经验。有人说听到的是一个小孩在数数，有人说听到一群人在吵架，有人说听到铁链拖在地上的声音。共通点是在隧道中间路段，大约是在隧道2/3深度的位置。还有一个人的留言特别让林远在意，那则留言写着：我听过，是一首摇篮曲，阿嬷小时候唱给我的那首歌叫《鹰仔困》，是一首老掉牙的台湾童谣，但隧道里唱的那个版本歌词不对，原版歌词是鹰仔困，一鸣大1寸，隧道里唱的是鹰仔困，一鸣少1寸。林远的后背一阵冰凉，他继续往下翻，看到一个推文数破千的讨论串，标题是青山隧道到底是谁在唱歌。楼主整理了一份详细的调查，从新闻报道到现场访谈，内容长得令人发毛。青山隧道调查报告隧道背景：青山隧道建于1978年，全长823公尺，是连接市区与北山地区的主要通道。隧道贯穿青山两侧是厚达数十公尺的岩壁，施工期间曾发生3次塌方事故，共造成7名工人死亡。但真正让这条隧道名声在外的是1992年发生的一起重大车祸。1992年车祸事件，1992年7月15日凌晨2点左右，一辆满载乘客的游览车在隧道内发生自燃，火势迅速蔓延，浓烟灌满整条隧道。由于当时是深夜，救援力量到达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援时间。最终统计，车上47人，死亡32人，重伤11人，轻伤4人。死者中包括一个幼儿园的毕业旅行团，23名幼童，3名老师，1名司机。孩子们最小的只有4岁，最大的6岁。调查报告指出，游览车的引擎老化加上隧道内通风系统故障，导致一氧化碳浓度过高，引发火灾。但也有人质疑，
为什么司机没有及时停车？为什么车门无法打开？为什么逃生通道被堵住了？这些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答案。灵异事件记录自1992年事故后，青山隧道的灵异传闻就从未间断。最早的可查记录来自1993年，一名货车司机报警称在隧道内看到一群小孩在路边玩耍。警方到达现场后什么都没有发现。1995年，一名女大学生在隧道内骑机车时突然失控撞墙。她醒来后说，看到前方有一群穿着制服的小孩在过马路，为了闪避才撞上墙壁，但监控录像显示当时隧道内只有她一个人。2001年，一名计程车司机在隧道内载客时，后座乘客突然消失，司机惊吓过度，送医后诊断为急性精神障碍，至今仍在疗养院。2008年，一群大学生为了做灵异节目，半夜进入隧道拍摄。他们在隧道中段录到了一段奇怪的声音，像是一群孩子在唱歌，但歌词无法辨认。节目播出后引发热议，但电视台后来删除了相关片段，理由不明。2015年至今，类似事件更加频繁，几乎每个月都有人报案，说在隧道内听到歌声，看到人影或者经历无法解释的现象。关于那首歌《鹰仔困》，是一首流传于台湾南部的传统摇篮曲，起源于日据时期。原版歌词如下：鹰仔困一鸣大一寸，鹰仔吸一鸣大一尺，摇篮轻轻摇摇到外婆桥，外婆说你乖，给你吃高高。但在青山隧道内听到的版本，歌词被改成了鹰仔困，一鸣少一寸，鹰仔吸一鸣少一尺，摇篮轻轻摇摇到黑桥下，桥下有人在等你来睡觉。没有人知道这个版本是从哪里来的，有人说这是当年某个幸存的孩子在创伤后编出来的，也有人说这是隧道本身的记忆，那些死去的孩子在隧道里永远长不大，他们的时间被冻结了。每一页都在减少红色手环，几乎所有在隧道内经历灵异事件的人都会在事后发现一条红色的编织手环，手环的材质样式完全相同，而且都是湿的，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有人把手环扔掉，第二天它会出现在床头，有人烧掉它，灰烬里会重新长出一条完整的手环。还有人把手环锁进保险箱，结果保险箱里多出了几十条一模一样的手环。警方曾经化验过这些手环的材质，结果显示棉线染料都是市面上常见的材料，但奇怪的是，每一条手环上都检测出一种无法识别的有机物质，像是某种体液的残留。林远看完这篇调查报告已经是凌晨4点半了，窗外的天色开始泛白，但他的房间却冷得像冰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那条红色手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他的手腕上，湿漉漉的紧贴着皮肤。他猛地把手环扯下来扔进垃圾桶，手环落进垃圾桶的瞬间，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很轻很远，但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传来，鹰仔困一鸣少一寸。林远猛地站起来，环顾四周，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窗户关着，门也锁着。那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他走到垃圾桶前，把手环捡出来，仔细看了看。手环的编织方式很奇怪，不是普通的交叉编织，而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螺旋结构。而且手环上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像是河水混合着泥土的味道。他打开手机，想继续搜寻更多关于手环的资讯，但手机荧幕突然闪了一下，然后自动打开了一个网页。那是一个新闻网站，标题是北山墓园附近发现无名女尸，身份待确认。新闻内容很短，今晨5时许，一名晨运民众在北山墓园外围的水沟中发现一具女尸，死者年龄约20至25岁，身穿深色连帽上衣，脸部因泡水严重肿胀无法辨识。死者手腕上有一条红色编织手环，疑似为某种纪念品或信物。警方初步判断死亡时间约在24至48小时之间，死因尚待解剖确认，目前正调阅附近监控录像，追查死者身份及死因。林远的手开始发抖，他看了看新闻的发布时间，今天早上5点15分。他又看了看自己的手机订单记录，那个叫 S 的乘客上车时间是凌晨1点52分，下车时间是2点13分。如果那个女生已经死了超过24小时，那么他载的到底是谁？接下来的几天，林远没有再出车，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反复看着那篇调查报告和那条新闻。他试图说服自己，那只是一场幻觉，是疲劳驾驶导致的精神恍惚。但他知道那不是真的，因为那条红色手环还在，
他扔了无数次，他都会回来，有时候在枕头下，有时候在口袋里，有时候甚至直接出现在他的手腕上，手环永远是湿的，永远带着那股腥味。第4天晚上，林远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回青山隧道看看。凌晨2点，林远开着车再次来到青山隧道的入口，这一次他没有开音乐，没有开冷气，甚至连车灯都调暗了。他想尽可能安静地进入隧道，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车子缓缓驶入隧道，两侧的日光灯依然在一根一根地掠过，引擎声在封闭空间里回荡。林远紧握着方向盘，眼睛死死盯着前方100公尺、200公尺、300公尺，什么都没有发生。400公尺、500公尺，林远的心跳开始加速。他看了看仪表板上的里程数，已经接近隧道2/3的位置，也就是传说中灵异事件最常发生的区域，550公尺。他听到了那个声音很轻很远，像是有人在隧道深处唱歌，鹰仔困一鸣少一寸。林远的手心开始出汗，他踩下油门想快点冲出隧道，但车速却越来越慢，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拖住他的车子。600公尺，歌声变近了，不是从隧道深处传来的，而是从他的车子里传来的，从后座鹰仔西，鸣少1尺。林远不敢回头看，他从后视镜里瞥了一眼后座，空无一人，但他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坐在那里，某种冰冷的、沉重的、带着水汽的存在。650公尺收音机，自己打开了杂讯声中，女声变得更加清晰，不只是歌声，还有低语声，很多人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像是在争论什么。你又来了，他记得我们让他留下来，不让他走，让他带我们出去。林远的脑袋快要炸开了，猛踩油门，车速终于提了上去，70、80、90、700米。他看到了隧道出口的光，但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个新的声音，不是歌声，不是低语声，而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清脆天真，带着一点委屈。叔叔，你可以载我回家吗？林远的脚不自觉地松开了油门，他转头看向后座，这一次他看到了后座上坐着一个大约5、6岁的小女孩，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她的眼睛很大，黑得像2颗玻璃珠，直勾勾地盯着林远。你是谁？林远的声音在发抖。我叫小美。小女孩说，我迷路了，你可以载我回家吗？你家在哪里？在桥下面。小女孩指了指前方，就在前面。林远看了看前方隧道，出口就在眼前，但出口外面不是他熟悉的道路，而是一片漆黑。那是哪里？林远问。那是我家。小美说，你答应过要载我回家的，记得吗？我什么时候答应过刚才啊？小美笑了。在公寓楼下，你按喇叭的时候。林远的脑袋嗡了一声，他突然想起来了，那个叫 S 的乘客上车的时候，他按了2下喇叭，但公寓的门没有开。他等了5分钟，又按了一下第3下，喇叭响的时候门才开，但出来的不是 S， 是小美。你不是 S。 林远说，我是啊。小美歪了歪头， S 是小美的缩写， small 小小的你是什么时候上车的？一开始就上了啊？小美说，只是你看不见我。那刚才那个女生是谁？哪个女生穿连帽衣的那个？小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她是我姐姐，你姐姐。她死在墓园旁边的水沟里。小美的声音变得很轻，本来是要来找我的，但她没有找到林远的喉咙发干。那你呢？你是怎么死的？小美没有回答，她只是指了指前方。林远转头看去，隧道出口的光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漆黑，像是通往某个不存在的地方。我们到了。小美说，不，这不是出口。林远踩下刹车，但车子没有停下来，他继续向前滑行，速度越来越慢，像是在水里行驶。这就是出口。小美说，只是你看不到而已。车子驶入黑暗，林远最后看到的是后视镜里的小美，她依然坐在后座，但她的脸开始融化，像是泡在水里太久的尸体。她的眼睛、鼻子、嘴巴一点点的消失，最后只剩下一张光滑的苍白的脸，然后一切都黑了。2024年7月16日，警方在青山隧道内发现一辆银色 Toyota Camry， 车子停在隧道中段，引擎还在运转，但车内空无一人。驾驶座上只有一条红色的编织手环，湿漉漉的，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警方调阅了隧道的监控录像，发现这辆车是在凌晨2点03分驶入隧道的，但奇怪的是，录像中没有拍到车子驶出的画面，它就像是在隧道中间凭空消失了。
车主的身份很快被确认，林远35岁，继承，车司机单身独居。他的家人报案称他已经失联。3天，警方在车内找到了林远的手机，手机上有一个叫车平台的订单记录，显示他在7月13日凌晨接了一单长途订单，从市区到北山墓园，乘客名字是 S， 车资390元已完成。但当警方试图联系乘客 S 时，发现这个账号不存在，没有注册记录，没有历史订单，没有绑定电话号码，就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案件最终以驾驶人失踪结案，林远的车被拖回警局，后来被拍卖那条红色手环被政务室收存。但某天早上，警员发现证物袋是空的，手环不见了。而青山隧道的灵异传闻还在继续，有人说，如果你在凌晨2点开车经过青山隧道，在隧道2/3的位置，你会听到一首摇篮曲。如果你仔细听，你会听到有人在后座说，叔叔，你可以载我回家吗？但千万不要回头，因为一旦你回头，那你就再也出不去了。